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噶。我哋呢集同大家睇個大陸嘅案件啦。呢個案件呢，就係講緊有個雲南嘅男人啊，竟然潑汽油去燒死自己老婆啊，而個仔呢，就求法院要判個老豆死刑啊，就話一定要同個阿媽攞翻個公道啊。咁到底發生啲咩事呢？點解要做一啲咁殘忍嘅動作呢？喺2022年嘅12月啦，有個後生仔將自己個老豆告上法庭啊，面對法院關於佢老豆死刑嘅判決，佢表示啊，終於可以攞翻個公道，但個老豆啊係執意再上訴。呢個後生仔就話自己一定要奉陪，同佢玩到底啊！就堅持法院要判個老豆死刑啊！咁但係有人同佢講啦，話你阿媽都走咗啦，你得翻個老豆，唔通一定要判佢死刑咩？佢係你老豆嚟噶，唔通你冇任何惻隱之心咩？咁面對呢啲質疑呢，佢好堅定咁話，冇人能夠理解佢對阿媽嘅孝心同自己嘅喪母之痛啊！一定要攞翻個公道啊！咁呢個後生仔叫陳昌宇，係嚟自雲南省曲靖市嘅一個小村莊，21歲啊，當年15歲起呢，就同佢阿媽潘秀英遠走他鄉，去到外地打工。原本兩母子個生活都麻麻地，但係因為感情好好啦，個日子都算過得幸福嘅。去到1年前嘅3月14號。余秀英就俾佢個老公潑咗一身汽油，縱火燒傷，然後喺醫院傷口感染，搶救無效死亡啦。由呢一日開始啊，陳昌宇就踏上咗為阿媽討回公道之路啊！唔單止咁啊，陳昌宇呢係好多次都同媒體講話自己好憎個老豆啊，唔期待法院輕判，就要求法院啊一定要判個老豆死刑啊！而呢一個令到個仔嬲到咁咬牙切齒嘅父親呢，就叫陳繼慧，性格好偏執，而且曾經2次因為持刀搶劫、盜竊嘅罪名坐咗13年監㗎。出獄之後係不知悔改，喐啲呢就家暴老婆、毆打小朋友，喺鎮上邊係遠近馳名嘅垃圾嚟嘅。而且佢打人可以係完全冇理由㗎，只要佢嘅心情唔好啊，佢兩母子就會遭殃，成為佢嘅出氣筒，對兩個人拳打腳踢啊！咁恐怖嘅爸爸呢，只係能夠為家庭帶嚟一啲恐怖嘅感覺啦。如果唔係佢阿媽喺度，陳昌宇嘅童年一定好慘啊！而關於佢阿爸阿媽嘅婚姻呢，亦都係余秀英俾陳繼慧強迫嘅結果啊！陳昌宇同媒體表示，曾經佢老豆呢係死纏爛打咁樣去追阿媽，而佢阿媽呢亦都係同佢有咗感情啦。但係好快，佢阿媽同屋企人就發現當年嘅老豆呢，就係一個臭名遠播嘅古惑仔啊，就即刻想同佢結束關係啦。原本以為呢段感情就到此為止啦，點知呢，佢阿爸竟然強迫阿媽同自己發生關係啦。一時之間呢，佢阿媽就俾當時農村人嘅保守思想禁錮，就驚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名譽受損，只能夠係嫁俾佢老豆啊。結婚之後兩個人就生個陳昌宇啦。陳昌宇2個月大，佢老豆就因為搶劫罪入獄啦，判刑10年啊！從佢有記憶開始，佢阿媽係寸步不離，陪喺佢身邊，又做老豆又做阿媽咁，不辭勞苦，將佢湊到10歲大啊！去到陳昌廉10歲嗰一日，佢阿媽一早呢就化好晒妝，咁啊等緊呢個老豆翻嚟啦，就係佢老豆陳繼慧出獄嘅日子啊！咁當時有個大巴停咗喺母子2個人嘅面前啊，兩個人啊即刻行埋去啦。陳昌宇呢當時好期待啊，即刻呢就行埋去個老豆度啊！咁但係啦，佢呢個素未謀面嘅老豆呢，塊面度冇一絲開心啊！佢本來想叫老豆㗎，但係點都叫唔出口啊！佢就係咁樣望住個老豆，然後突然俾人一腳踢咗落地下。咁佢阿媽見到呢一幕咧，即刻上前啊拉開兩仔爺啦，然後又俾陳繼慧呢個男人刮咗一巴。佢阿媽冇反抗，甚至喊都冇嘅，就係抱起個仔，耷低頭就跟住陳繼慧翻屋企啦。佢老豆翻嚟呢，係冇令到個屋企有任何嘅家庭溫暖，只係令到兩母子呢有無數嘅掌印同埋身體創傷啦。無論兩個人個生活點樣小心翼翼，都會俾人
毒打。曾經余秀英以為陳繼慧出獄之後，屋企有多個男人可以幫手做嘢，自己同個仔個日子生活會好啲，但係冇諗到話出獄之後佢唔單止唔做嘢啊，仲將自己同個仔嘅生活變成一個地獄啊！陳繼慧出獄返到屋企之後啊，仍然每日都係無所事事㗎，嗜酒成性啊！飲酒之後呢，就會瘋狂毆打老婆同個仔。余秀英為咗保護個仔，就一個人承受晒佢個怒火。最嚴重嗰一次呢，係直接俾個男人打到入咗醫院啊！陳昌宇曾經試過報警，但係呢一種事呢係屬於所謂嘅家務事啊，警察就話唔方便插手啦，最終冇得到任何嘅結果啊，唯有一次又一次勸個阿媽離婚啦，咁母子一齊去其他地方生活啦。但一方面啊，余秀英屋企仲有老人家，兩個人就咁走咗去呢，陳繼慧可能會去揾啲老人家嘅麻煩啊，所以唔方便離開。另一方面啦，後生嗰陣時呢，佢個思想都好守舊噶啦，佢今次又驚啊，驚佢離婚之後村入邊嘅人又對佢指指點點啊，於是乎佢繼續妥協啦，就堅持住呢段咁嘅婚姻。好彩嘅就係陳繼慧呢個男人出獄冇幾耐，再次犯事啦，被判入獄3年啊，而陳昌宇同佢阿媽呢，終於有一段安寧日子啦，但係冇人諗得到啊！3年之後再次出獄，就同陳秀英有一個重磅炸彈俾佢啊！原來呢個男人喺外地有咗不正當嘅婚姻，咁呢一點呢，令到余秀英好傷心、好難過啦。最終啊，就決定帶住個仔去外地打工，但係呢個男人呢，竟然不知羞恥啊，反而起訴余秀英離婚，同埋要向佢索賠啊，要問佢攞10萬蚊人民幣啊。咁最終法院就駁回啦。直到舊年嘅春天啊，返去娘家過年嘅余秀英就俾陳繼慧連人帶氹咁樣氹咗返屋企。咁呢個女人呢，估唔到啊，今次返去就竟然會同個仔從此天人永隔啊！喺3月14號都係一啲好平常嘅家庭瑣碎事啦。陳繼慧再次對余秀英大打出手，余秀英原本想好似平時咁嘅繼續忍氣吞聲，就承受住老公嘅毒打啦，但係估唔到今次啊，呢個男人直接喺後院度攞咗一桶汽油喺屋企度灑晒佢。余秀英就上前去阻止啦，但係估唔到佢老公拱跌佢，搞到佢自己都係晒汽油啊！見淋得差唔多，陳繼慧一把火就點着咗啲汽油啊，成間屋開始着火啦。余秀英因為成身汽油啊，只能夠喺火海嗰度慘叫咋，最終呢啲慘叫聲就俾鄰居聽到，報咗案之後先救到余秀英啊，去到醫院，雖然保翻一條命，但係余秀英就一直昏迷不醒啦，全身嘅燒傷面積高達55%啊，個情況不容樂觀。事發之後，陳昌宇決定報警。點知呢？陳繼慧趁佢阿媽昏迷啊，就反咬一口啊，就話余秀英自己淋汽油，反而想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受害者，去洗脫嫌疑啊。咁好彩，陳昌宇阿媽有短暫清醒過嘅，然後佢又錄低咗佢指控陳繼慧放火傷人嘅影片，就要求相關部門為佢主持公道啦。咁睇到影片，陳繼慧先意識到原來已經證據確鑿，唯有承認罪行啦。2021年12月1號，陳繼慧因為涉嫌故意傷人，就俾當地嘅檢察院拘捕咗啦。但係陳繼慧被捕嘅消息冇令到佢阿媽病情好轉，4個月之後，呢個女人亦都係因為傷口感染離開人世。咁一直照顧自己嘅阿媽死咗，係加劇咗陳昌宇對佢老豆嘅仇恨啊！佢係擱置咗佢阿媽嘅後事，然後即時就將個老豆告上法院。佢希望阿媽係可以親眼見到呢個男人受到法律嘅懲罰啦，而且係大大聲講話要幫阿媽攞翻個公道啊，令到佢老豆得到懲罰啦。去到2022年嘅7月21號上晝，法院開庭啦，對呢單案進行宣判啦。
但係大部分人應該都係睇少咗呢一個人間惡魔嘅厚面皮程度啊！佢喺法庭上邊又改口供啊，就話自己先係受害者，仲要求個仔對佢進行賠償啊！咁無賴嘅動作呢，法院未有即時俾出判決。第一次開庭結束之後，陳繼惠嘅屋企人開始對陳昌宇指指點點啦，認為佢將自己親生老豆告上法庭係不孝啊！就連係聾啞嘅陳昌宇個阿嫲呢，都努力咁樣用肢體動作去表達對自己個孫嘅不滿。街坊鄰居呢，都企出嚟喺度勸陳昌宇話人死不能復生，但係仲要孝順，仲仍然在生嘅長輩唔好將家事鬧上法庭啊！好難睇，好肉酸啊！呢啲咁嘅説話其實難聽過粗口㗎，而呢啲咁樣嘅聲音呢，係陳昌宇呢段時間聽得最多㗎。呢班人呢，好似好善意咁樣規勸佢啦，但係如果佢哋經歷同陳昌宇一樣嘅事，唔知道佢哋又會點樣呢？陳昌宇佢繼續講啦，佢話唔後悔將親生老豆告上法庭，就話佢係抵死嘅，罪有應得。呢啲係佢所希望嘅判決結果。陳昌宇就話唔希望啲人企喺自己嗰邊啊，只係希望法院可以還翻個公道俾佢啊。去到2022年嘅12月6號，法院再次開庭啦，就判咗陳繼惠死刑啊！一聽到呢個結果，陳昌宇係開心到跳起嘅，但係佢老豆就唔係咁啦。佢老豆情緒激動咁樣表示自己係堅決不服，要求再次上訴啊！而陳昌宇攞到呢份判決書之後呢，係第一時間就發微信俾佢死咗嘅阿媽，就同佢講啦，話阿媽你睇到未？我幫你主持公道啦！但係呢一個微信，我諗佢係永遠都等唔到阿媽嘅回覆噶啦，亦都冇人會讚佢一句啊！而面對陳繼惠嘅不服上訴，陳昌宇就表示自己係一定會奉陪到底，同佢慢慢玩嘅，一定要還翻個公道俾阿媽。而除咗判決死刑之外，法院亦都係判決佢老豆係要賠翻俾個仔21萬嘅。咁卒之處理完晒呢啲咁樣嘅爛攤子之後，陳昌宇就好好地咁樣幫佢阿媽準備後事啦。咁呢個案件嚟到呢度都可以講得上係告一段落啦。咁佢老豆都可以講得上係親手搞到自己家破人亡，連自己條命都玩到冇埋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同大家睇到呢度先。大家有咩想講，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